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美国银行账户中的钱，或者说美股券商里面的钱，到底要不要交税？在西方有一句老话叫做"唯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我们也会在各种媒体上经常会看到，美国的一些税收项目是有多少的多，它的税收的刑罚是有多么的严重。年初的一个新闻，就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导演英达在美国被罚款的一个事情。因为英达和他的妻子在去美国旅行的一个途中，先后50次，然后把低于1万美元的一些现金存到自己在美国4个银行的6个账户之中。后来就引起了美国国税局的一个注意，因为他这种行为的话涉及到洗钱以及偷税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最后经过调查的话被处以32万美元的一个罚款。好在的话，英达他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些收入全部都是在中国的一个合法收入，如果说无法证明的话，还会面临着最高10年的一个刑期。在我的一个美卡交流的一个电报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来问我说，我在 Velo 美国华美银行里面的钱要不要去交税，然后别人的话给我这个银行账户转钱，我还要不要去交税，会不会被那个美国政府去监管，或者说会被怀疑去洗钱然后封掉账号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的话就详细的和大家去分析一下。首先的话，判断你要不要在美国交税，要怎么交税，要明白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收入从哪里来。第三个事情，你有没有去填写 W8 表格。下面的话我就详细的和大家去逐一的进行分析。首先第一个，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判断的标准一共有2个，第一个的话是绿卡测试。如果说你持有美国的绿卡或者美国的护照的话，那你就是美国的一个税务居民。第二个，实际居住测试。如果你在美国的3年的时间内，实际的居住时间超过183天，那么你就是美国的一个税务居民。在税收的问题上，美国它是不关心你的国籍的，它只关心你是否是美国法律意义上的一个税务居民。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持有美国的绿卡，或者说你没有在美国生活连续3年超过183天的话，那么你就不是美国的一个税务居民。好，下面第2点，你的收入从哪里来。美国的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申报税收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非税务居民的话，你只需要申报你在美国境内的一个收入就可以了，但是税务居民你需要申报你在全球所有国家的一个收入，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全球征税的一个国家。然后在美国境内的收入的话，主要分为2大类。第一类的话是主动收入，也就是说你上班获得的一些薪水，或者说你进行商业活动做生意所获得的收入。第2类收入的话是被动收入，主要是包括银行存款的利息、股息、房租还有版税等等。主动收入的话，它是按照渐进税率然后进行一个征收，具体的税率的话大家可以在美国国税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被动收入的税率的话统一是 30%。 好，所以说你如果是美国的非税务居民，你只需要申报你在美国境内的一个收入就可以了。我们 Velo 美国华美银行或者说其他美国银行的账户，我们所需要交的税就是一个银行的利息的税，它的税率的话是 30%。 但是其实这 30% 的税率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不用交的。为什么呢？请继续往下看。好，下面是第3个重点，填写 W8 表格。相信你在去开设 Velo 美国华美银行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开设你自己的美股券商的时候，一定都会接触到一个东西，叫做 W8 表格。那么这个 W8 表格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非税务居民在开设银行还有
境外资金账户必须要填写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声明，是你告诉美国政府，我是美国的一个非税收居民，我可以在一些税收上享受优惠的政策，比如说股息收入，还有银行存款的利息的话，是可以免交这些税收的。之前的话，我做了一期如何去开设 TD 德美利证券账户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也详细的向大家说明了，在填写 W8 表格的时候，一定要勾选税务优惠，然后优惠国是中国，这样的话，你的一些资本利得税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免掉的。好，下面的话，我回答大家一些常问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在 Velo 美国华美银行或者说其他银行账户里面的钱的利息要不要去交税？答案是不需要交，因为首先你是美国的非税务居民，第二个的话，你在开户的时候填写了 W8 的一个表格，是可以免除这个银行利息的税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在 TD 德美利证券开了一个证券的账户，然后我证券账户里面的一些收入要不要交税呢？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收入主要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资本利得，一种是股息。作为非税收居民的话，资本利得我们是不用交税的，我们只需要去交一个股息的一个税收。股息的话，它是一个被动收入，它的一个税率的话是30%。但是中国和美国的话有一个税收互利的协议，你在开通券商的时候去勾选这个汇率优惠的话，这样的话你的股息的税的话就会由30%降为10%。这个10%的税的话，不需要我们自己亲自去申报去交纳，我们的券商会为我们去申报交纳的。第三个问题，我国内的一个朋友给我Velo 美国华美银行里面去打了10万美元，这个时候我需要去申报交税吗？答案是不需要，因为你还有你的朋友全部都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所以说是不需要申报和交税的。第四个问题，我现在在美国生活，我在中国的家人去给我寄了5万美元的一个生活费，我需不需要去交税？答案是不需要，因为的话，赠与你金钱的人他不是美国的一个税务居民，接收方的话也并不需要去为这些资金去纳税。但是如果说你接受的金额的话是超过10万美元的话，这个时候你要去向美国的国税局去申报。只是申报就可以了，并不是说让你去交税，去向那个国税局去证明你这些收入的话来源是合法的就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感觉到我的视频内容对你有用的话，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